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兔子武装头目小兔兔。俄乌战争仍然处于白热化状态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乌克兰为什么能撑这么久。自2月24日俄乌战争打响以来，战争持续超过了一周多的时间，在一次大规模战争面前，其实是很少的一段时间，但这一局面在俄罗斯看来却似乎不太正常，也大大出乎普京总统的预料。按照普京总统的预期，这个时候基辅应该完全落入俄军之手，泽连斯基总统可能早已逃亡国外。但是剧情并未这样，俄罗斯的综合国力虽然日渐衰微，但其军事力量仍然不逊于巅峰时期的苏联，号称世界第2军事强国，在亚欧大陆更是无敌般的存在。相对于乌克兰，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具有碾压性优势。俄罗斯在军事上支出为600多亿美元，乌克兰仅为俄罗斯的1/10。俄罗斯有近80多万现役部队，乌克兰不到俄罗斯的1/4。俄罗斯有700多架战斗机，乌克兰只有俄罗斯的1/10。俄罗斯有600多艘大型军舰，而乌克兰只有俄罗斯的1/20。俄罗斯的坦克数量为12000多辆，乌克兰是俄罗斯的1/5。说俄罗斯具备军事装备上全方位的碾压性优势毫不为过，但是迄今为止，俄军不仅未能攻占基辅，而且根据乌克兰国防部的消息，俄罗斯方面累计损失人员超4500人，战俘200多人，并且乌克兰武装部队已夺回基辅附近的安东诺夫机场。在多方斡旋下，双方甚至已经开始了谈判。看来俄罗斯并未达成当初的作战目标。现代军事战争时间是按秒算的，每一秒都极其重要。有些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可能也就需要3-2天的时间。速战速胜是每个军事大国都在追求的目标。战场瞬息万变，这一秒刚吹起总攻号角，下一秒可能就大败而回。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，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考虑的面面俱到，尤其是俄罗斯这种对手如麻、盟友稀疏的国家。俄罗斯未能速胜，下一步肯定会加大进攻筹码，乌克兰方面将会遭受更猛烈的进攻。那么俄罗斯在哪里失算了呢？首先，普京低估了乌克兰人民抵抗的决心和意志。虽然是入侵，但是因为历史原因，两国血脉相承。按照俄罗斯人的想法，乌克兰人虽然会抵抗，但是至少应该有1半人会夹道欢迎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放弃了撤离的机会，迄今坚守在基辅。泽连斯基向欧盟领导人说道，这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看到我活着，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坚持多久。他拒绝了欧美的撤离帮助，选择坚守，勇气可嘉，这对稳定军心、提振士气起到了关键作用。其次，普京低估了乌克兰的军事实力。虽然大家都知道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，乌克兰自废武功，从一个曾经号称第3军事强国的国家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，但是在过去几年，美国一直在武装乌克兰，实战效果表明，美国的援助给俄罗斯军队制造了不少麻烦。据统计，2021年，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总价值超过6.5亿美元的军事与安全援助。今年1月22日到2月5日期间，美国分8批向乌克兰运送了650多吨弹药物资。自2014年以来，美国对乌军事援助金额已超过27亿美元。客观地说，美国的装备与俄军装备平分秋色，不可能出现快速一边倒的情况，除非出现军队全面倒戈。第三，老是远征、远距离作战，后勤支持成为短板。
同时又缺乏当地民众的配合支持，时间拖得越久，俄军越是被动。英国国防部最新情报称，俄罗斯部队正在遭受后勤方面的挑战和乌克兰的强烈抵抗。随着战况的深入，一开始被打懵的乌克兰军队，还有坚守的乌克兰人民，必将会对俄罗斯的后勤补给造成更大的破坏。第四，俄罗斯未能及时摧毁乌克兰中枢指挥系统。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，美国强大精确的打击能力摧毁了伊拉克的空军设施和指挥系统，使得伊拉克军队几乎成了无头苍蝇和活靶子。战争在一边倒的情况下迅速结束。从目前俄乌战况来看，俄罗斯并未能瘫痪乌克兰的网络和通讯系统，这给乌克兰有效沟通和组织力量的能力。相反，俄总统网站则遭受了持续攻击，网页频繁崩溃。其攻击是从乌克兰西部利沃夫市发起的。第五，兵不厌诈，演员出身的泽连斯基总统成功误导了普京。战争打响后，泽连斯基大打悲情牌，哀叹西方已完全放弃了乌克兰，营造出一个悲情气氛。其实，虽然欧美没有出兵，但并未放弃乌克兰，从金钱到先进的武器装备，不断支援乌克兰。25日，美国国务院向乌克兰提供6亿美元援助，英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直接援助，德国表示将向乌克兰发送1000枚反坦克武器和500枚毒刺地对空导弹，400枚手持火箭推进榴弹发射器。同时，比利时、捷克、波兰、荷兰等国也宣布提供武器支援。泽连斯基总统还成功地运用了社交媒体战术，毕竟是资深演员，泽连斯基运用社交媒体的战术相当成功，动员了更多国际力量支援乌克兰。泽连斯基周日表示，乌克兰将为来自海外的志愿者建立一个外籍国际军团。CNN 指出，泽连斯基的沟通艺术和驾驭社交媒体的能力，使其成为让普京头疼的对手。不仅如此，乌克兰军队当街给愿意参战的民众分发武器，力图让俄军陷入人民战争的包围。最后一点，普京的战术过于老套，俄军从乌克兰东部、南部和北方3路向基辅进军，长驱直入，各方向进军路线不能做到相互支援。俄军坦克装甲车在大马路上行驶，很容易成为乌克兰军队反坦克导弹袭击的目标。战争最重要的是出其不意，如果敌人事先都能预判你的路线，结果可想而知。结合上面的分析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，时间拖得越久，不仅伤亡越大，也越不利于远程作战的俄罗斯。久拖不决，也让普京秀肌肉以震慑周边国家的目的陷入尴尬，这将是普京难以承受的战略失策。当地时间27日，普京会见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时表示，西方对俄罗斯不仅在经济上进行遏制，而且某些领导人的发言越来越具有侵略性，因此我命令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进入特殊战备状态。看来欧美发动的 SWIFT 制裁等行动令普京有些恼羞成怒了。支撑了这么久的乌克兰还能继续撑多久？普京总统的耐心还有多大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将会以怎样的方式加强介入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下期见。